6个如花似玉的女孩被男子囚禁在普通居民楼下一个不足4平、暗无天日的地窖中，2年时间无人发现。男子强迫女孩成为自己的奴隶，逼迫她们外出卖身赚钱，稍不如意就打之骂之，更有2名女孩惨死其中。被囚禁女孩为讨男子欢心，争风吃醋，其俨然成为了地窖这一方天地的主宰。而在地窖之外，男子从无犯罪记录，有着正经的工作，幸福家庭。究竟是什么让一个老实普通的男人化身一个施虐狂魔？几名女孩又是因何被困其中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莫看见面，平如镜，愿还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发生在10年之前。这起案件呢，当时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其中6名女子的囚禁生活、扭曲的人性，让很多人是惊掉了下巴。故事啊，得从2011年9月3日开始讲起。当天的凌晨，洛阳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，电话的那头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子带着颤抖的声音。女子啊，自称叫做小晴，她告诉警方，就在2个多月前，自己被一名男子骗去当地的一个住宅小区的地下室，随后就被囚禁了起来，时常遭受虐待。现在能拨打电话求救，还是因为男子带她出来做皮肉生意，悄悄逃出来才拨打的报警电话。这还不算完，小晴还告诉警方，自己一直被男子扣押在地下室挖的一个地窖里，现在里面除了自己，还有3个女孩。除此之外，男人还伤害了2个女孩，尸体也埋在他们生活的地窖里。这通电话啊，警方一听都懵了，里面包含的要素实在是太多了，有虐待，有命案，有情色交易，有非法的拘禁。警方意识到事情很严重，马上就找到了这名女孩，在她的带领下前往了当地的某小区。这个普通的老旧小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在全国各地是一抓一大把。随后，警员陪同女孩来到了这个小区2单元的地下室。地下室整个面积并不大，有20多平，一进去就能闻到一股发霉发臭的味道。里面杂乱地摆了不少东西，2人位的皮质沙发，简易的木桌上放了一台电脑，电脑上还有摄像头，根本没有小晴说的还有其他的3个女孩。可小晴惊慌害怕的样子也不像是在撒谎，于是警方在翻找下移开了电脑桌旁的杂物，赫然发现在地下室角落里出现了一个玻璃门。打开玻璃门是一个黑乎乎的洞，看起来深不可测，洞口的直径是50厘米，非常的窄小，但是能够一个人走进去。同时在洞口里面还发现了有借力的梯子，从洞里伸出来一根管子，边上还有扶手。警员呢，战战兢兢的就爬了下去。这是一个竖井，大概有30米的样子，就到底儿了。紧接着又接通了一个横井，同样是黑乎乎的，里面没有灯，给人的感觉还挺恐怖的。但是想着前面可能会有囚禁女孩的线索，警员一咬牙就开始向横井的方向爬去。没爬2步，前面出现了一个铁门，把门打开之后，后面依然是通道。警员带着满肚子的疑惑继续往前爬，又发现了第2道铁门，和前面的情况是一模一样。打开铁门后，还有一道铁门，再次打开后，面前还有铁门。每一扇门都镶嵌在墙壁里，上面带着很粗的大链子，门上的锁全部是在外侧，里面的人看都看不到。警员呢，事后统计了一下，在这个长有4.7米的横井中，共设置了5道铁门，外加1道栅栏门。当警员费尽力气正准备打开最后1道门的时候，在里面竟传出了一个微弱又略带期待的女子声音：“大哥，你可来了。”那期待的声音似乎已经等了很长时间，警员感觉里面应该是不止1个人，因为接下来能听见叽叽喳喳争吵的声音。被困的3名女孩都以为是将他们囚禁在这里的大哥回来了，喜笑颜开的在门口候着。最后的门被打开了，当看清是穿着制服的警员后，3名女孩的表情突然就僵住了，愣了几秒才开始嚎啕大哭。就这样，4名女孩全部被解救了出来，而地窖里的环境实在是让警方难以置信。在勘查的过程中，警方发现用来囚禁的地窖实在是太小了，面积不足4平，高度只有2.43米左右，在距离地面1.1米的地方，用木板隔成了上下2层，上面是4个女孩睡觉的地方，
下层放着一些日常生活用品，煤气罐啊、锅碗瓢盆、面条、油盐之类的。虽然面积很小，但里面的东西却准备得很全。地下室刚打开，玻璃门看到的管子正是连接地窖的，有7米多长，为女孩们输送空气。即使是这样，地窖里的空气依旧是浑浊不堪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地下不足4平的地方，本就是潮湿带着霉味儿，还常年生活着4个人。这人身体的味道、排泄物的味道以及做饭做菜的味道都混合到了一起，里面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。电呢也被接进了地窖之中，里边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、DVD 机，另外放着几本书，什么《阳光心态》《莫问天》《无忧公主》《三国演义》等等。电脑和书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，想来应该是女孩们在百无聊赖的地窖中用来打发时间的。同时，警方还在地窖中搜出了诸如安全套、宽带装机单、银行账户交易清单、手机交费清单、铁锹、手铐、医院的体检表、流产申请书等等，上面都有相关人的信息及账户信息。而医院体检表和流产申请书上的信息则显示，在这位大哥长期的伤害之下，有一位女孩怀孕了，大哥曾带她去医院堕胎。警方还搜到了一份破案解救说明，看来这个大哥也曾料想过，万一某一天事情败露了，自己该如何的应对。另外根据小青提供的线索，警方开始挖掘那2具被埋起来的尸体。由于地窖空间狭小，第1具尸体很快就在地窖的一个角落处被找到了。从尸体的腐烂程度看，被害人死亡时间比较长，左手腕部还铐着手铐，在生前显然被折磨过。而另1具尸体已经和地窖中的水泥混合在了一起。6个女孩子，一个不少，活的见了人，死的见了尸。整个地窖的勘察也让参与办案的人员都感到了震惊跟不寒而栗。这个女孩们口中的大哥到底是谁？究竟能变态到何种的程度，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、残忍扭曲的事儿呢？警方的封锁勘查使得原本安静的居民区议论纷纷。居住在附近的邻居告诉警方，平时有个叫李浩的30岁左右的男人在打理这间地下室。调查得知，这间地下室的所有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，该名女性正是李浩的妻子。经过一系列的走访，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这名叫李浩的男人。他是1977年出生，案发时是34岁。李浩是中专学历，毕业就去当了一名消防员，退伍后来到了当地的城市管理部门工作，工作上还算认真，同事对他的评价都还不错，长相也很普通，没什么出奇的。结婚时间并不太长，在当地有一处房产，妻子的年龄比李浩小不少，两人育有一个男孩，案发时刚刚1岁多。妻子不工作，专职在家带娃。从表面上看，李浩是一个平凡的、老实的、随处可见的男人，但是谁也想不到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会做出这样的事儿。因为事实证据都很清晰了，警方很快就对李浩展开了搜捕。其实李浩在发现小晴逃走之后，就猜到自己的事情可能败露了，专门逃到了妹妹家，交代了自己的事儿，跟妹妹借了一些钱，想着跑路逃脱法律的制裁。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在报警的19个小时后，警方就将已经外逃的李浩抓获了。李浩自己也知道犯的事儿实在是太大了，很快就向警方交代了自己的罪行。2008年时，他用妻子的名字购买了案发的地下室，当时也并没有想好要做什么。2009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李浩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成人的视频表演，这些表演1个小时就要收费100块。他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，于是就想到了能不能骗过来女孩为自己所用，让女孩在网络上视频表演给自己挣钱。可表演的女孩去哪找啊？谁又心甘情愿地受自己摆布呢？李浩想到了自己挖一个地窖，找来风尘女子，然后把她们困在地窖中为他所用。说干就干，李浩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消防员，对土方挖掘有一定的了解。2009年的8月开始，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，李浩白天上班，晚上就挖地窖运废土。这种老旧小区也没有物业，李浩动工又是在深夜，周围邻居根本没有察觉。为了怕家人怀疑，他告诉妻子孩子小，自己得多挣点钱，正好在外面找了一个兼职工作，给一个单位看大门，每个月有15天的夜班。妻子本身没有工作，在家带娃，李浩能多挣点也是好事儿，就欣然同意了。
就这样，经过2个月的挖掘，李浩的地窖初见规模，竖井挖好了，横井也挖了一部分，感觉能够招下人了。2009年的10月，李浩将第1位失足少女诱骗到了地下室，这里就叫她小 A 吧。李浩侵害了小 A 之后，就把她锁在了地窖里，还强迫小 A 替他挖还未完成的地窖。面对身体素质很好的李浩，小 A 无力反抗，成为了地窖里的第1个奴隶。尝到甜头的李浩从此开始构建自己的地窖王国。成功囚禁小 A 之后，在李浩的驱使下，挖掘的进度很快，地窖有模有样。李浩开始频繁地出没于 KTV、按摩店，物色失足少女，将她们骗到自己的地下室内，用暴力让她们屈服，并将女孩囚禁在暗无天日、阴冷潮湿的地窖内。前前后后，李浩一共将6名女孩关进了地窖，并经常侵害、虐待她们。女孩们被关了进来，正常肯定是想着要逃跑的。当地窖关进第2个女孩小 B 之后，李浩大部分时间也不在，2个女孩每天也在想怎么能逃出去。可地窖有横井、竖井，距离地面有6米深，还有着7道铁门，就算是大声呼喊，外面也没有一点动静，想要逃跑谈何容易？2个女孩想着能不能趁李浩不注意搞偷袭。一天，李浩又一次去往地下室，伤害了2个女孩。其中小 A 趁李浩背对自己的时候，猛地用高跟鞋敲击她的头部。然而女孩毕竟力气小，用鞋打也没有什么伤害，这样的举动反而激怒了李浩。最后，他将动手的小 A 毒打了一顿，下手很重，打得小 A 奄奄一息。随后，李浩又指使小 B 掐死了小 A。在李浩的淫威之下，小 B 不敢不从。就这样，地窖里死了第1个女孩。李浩将小 A 的尸身埋在了地窖的角落。从此，小 B 无比惧怕李浩。后面再有进来的女孩，小 B 总会讲述小 A 的事儿，这使得这些女孩都不敢反抗了。2009年的10月到2011年案发前，又有4个女孩被关进了地窖。为了方便女孩们在地窖里的生活，李浩为她们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品，比如各种书，还有电脑、DVD， 供女孩们消遣。一开始，李浩给女孩们是2天送1次饭，让她们饥一顿饱一顿，没有力气挣扎往外跑。后来他又觉得麻烦，于是在地下室内添置了做饭的东西，自己定时送些米面油给女孩们，让她们自己做饭。走的时候呢，李浩会带走她们的排泄物。在长期的囚禁与伤害中，地下室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社会。一开始，女孩们畏惧、痛恨李浩对她们的残害，但是到了后来，她们发现不管怎么努力，肯定是逃不出去了。她们开始不再那么恨李浩了，反而从心底里信服、迎合他。甚至对李浩产生了一种变态的崇拜心理。对于李浩，他们经常以老公、大哥相称。只要他进入地窖，女孩们就像后宫争宠一般，想要服侍他。李浩给予的一点小恩小惠，比如一点零食、几本供女孩们消遣的书，都让他们感恩戴德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谁能给大哥陪好了，不仅不是可耻的事儿，反而是得宠的一种象征。这也就造成了第2个女孩的死，李浩也越发的肆无忌惮。地窖里的5个女孩没少为李浩争风吃醋，每天为谁能陪大哥发生争吵。一次这种争吵就升级了，2个女孩打了起来。李浩来到地窖，听说打架了之后，挑事儿的是后进来的一个女孩，因为有妇科疾病的关系，不能满足李浩的变态需求，更没法用它来挣钱。对于这个女孩，李浩早就不满意了，因此李浩恶向胆边生，他残酷地殴打了这个女孩，命令其他4人将女孩围殴致死。李浩之所以这么做，一方面地窖里的女孩多了起来，李浩也害怕他们有反抗的心思。另外，女孩的死，在场的也都有责任，也就把所有人都绑到了一条船上。这一下死了2个，剩下的女孩彻底的被李浩征服了，成为了他忠实的奴隶。李浩只要不在，女孩们都想得不得了。只要他一进地下室，所有人都兴高采烈，欢呼雀跃。为了防止争风吃醋，女孩们还自发制定了规则，并按照规矩轮流的陪大哥睡觉。李浩最初开挖地下室的目的，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，更需要这些女孩给他带来经济上的收益。按照最初的想法，是这些女孩在他的控制下进行网络直播，因此他在地下室内配置了电脑、摄像头等视频表演的设备。
每天让一个女孩出来坐到电脑前面进行视频表演。为了防止女孩在视频的时候求救，李浩总是会坐到女孩的旁边，随时观察着她们的一举一动，稍有差错马上就关闭电源，断了网络。他设想的不错，但现实执行时出了一些问题。女孩网络视频的价格是每小时100元，可网络上对于这种低俗的表演打击力度很大，平台经常被封更换，很多时候都找不到愿意观看的人。而养着这4个女孩，吃喝拉撒，无形中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算来算去不挣钱，还要往里面搭钱。李浩这时觉得女孩们已经被自己完全的驯化了，决定铤而走险，带女孩出去卖。这样收入会比直播高很多，也更稳定。就这样，从8月30日到9月2日，李浩多次带女孩外出。由于女孩们已经从心理上屈服于李浩，虽然有机会出逃，但她们均下不了这个决心，白白错失了机会。直到小晴被李浩带出去，小晴呢是李浩最后一个骗进去的女孩。来到地窖只有2个多月，虽然也接受了李浩的控制跟洗脑，但入魔并不算深。她找到了机会逃了出去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4个女孩最终获救，她们在地窖中经受了很长时间的非人折磨，被解救后是不是恨透了李浩呢？在随后对4名女孩的盘问中，警方惊讶地发现了一个问题：几个女孩似乎并不恨李浩，反而认为他对自己非常好。在审问过程中，女孩们争相袒护李浩，为他开脱。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女孩们对于逃跑是不抱希望的。从前面对案情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女孩们从一开始是想着要逃跑的，只是地窖中的重重铁门以及李浩的严加看管，让他们的想法无法实现。渐渐的，女孩们意识到逃出地窖是不可能的。其次，女孩们知道李浩这个人可以决定他们是死是活，虽然不能逃跑，但是在地窖之中至少还能活命。活着成了女孩们唯一的念头，而李浩掌握着地窖中的一切资源，再加上另外2个女孩的死亡，对其他女孩来说是一种极为明显的警示。女孩们为了活命，只能顺从李浩，发展到后面反而是拼命的讨好他，甚至为他争风吃醋。然后，女孩们在地窖中与世隔绝，接收不到外面的信息。这样一来，她们的是非观会变得非常模糊。再加上李浩在一旁的引导，使得女孩们只能接受李浩的观念，这也是李浩对她们洗脑成功的原因。最后，李浩在囚禁女孩期间，虽然会以暴力相威胁，但偶尔也会给予女孩们一些小恩小惠，些许的甜头，让女孩们在长久的黑暗与痛苦中得到了短暂的快乐。女孩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开始慢慢对李浩产生了依赖和感激之情，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就这样，经过了1年多的调查审理，2012年11月30日上午，对李浩进行了1审判决。他被判处了死刑。1名女孩因协助李浩行凶被判有期徒刑3年，其他3名女孩被判缓刑。2014年1月21日，李浩被执行死刑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